你是否感到不堪重负？人平时态发展，像一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泊的船。也许愤怒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掌控了你，或者焦虑使你的脚步瘫痪，阻止你实现真正重要的事情。你观察着周围的混乱、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过去的失望，感到胸口沉重，一种无力感学若你的经历并头走你的平静。这种痛苦，这种困惑，不是软弱的标志，而是一种召唤。一种召唤要求你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世界，与自己以及与超出你控制范围的事物建立关系。一种古老的哲学，像一座灯塔，可以引导你穿越现代生活的风暴。思考片刻，你曾多少次对批评冲动反应？人有小小的挫折，毁掉你的一整天，或者过度担心甚至没有发生的事情。这种情绪过山车，这种对外在认可的不懈追求，以及这种与不可避免的事物的持续斗争，都是一种尚未发现其真正内在力量的新的症状。但好消息是有一条路，一条有国王、皇帝和努力走过的路。他们发现了在人类存在逆境中获得住境、人性和真正自由的关键。这条路不要求你逃避世界，而是要求你勇敢和智慧地面对它。它不承诺一个没有挑战的生活，而是承诺一个你掌控自己的反应，成为自己灵魂船长的生活，无论波浪如何冲击呢？这是一种不限于复杂理论的哲学，它体现在日常实践中，体现在有意识的选择中。这些选择一步一步地改变你的视角和行动力量。做好准备，因为你即将揭示一种超越时间的智慧的秘密。这种智慧有能力将你从不必要的痛苦舒服中解放出来，并揭示你内心不可动摇的力量。你是否曾感到转型的紧迫性？那种暗示你所知道的生活已不再足够的刺痛。现代世界一起不间断的需求、数字干扰和对外在认可的持续追求，将我们困在反应的循环中。我们被环境左右，没有真正的目的、干或方向。幸福在于获得更多，拥有更多，被他人认可的幻觉，是我们原始你内心唯一真正的力量源泉，一个去之不尽的人性和和平的源泉。但如果我告诉你，这种转型的关键不在于改变你周围的世界，而在于重新定义你与它的关系呢？如果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能够以平静和内在力量面对它们呢？是时候不再是短暂情感、他人意见和命运反复无常的附录了。是时候还醒你内心沉睡的4多个主义原型了。那个拥有分辨什么是可控的清晰都和接受什么是不可控的智慧的原型。现在，如果你准备好踏上这段路程，解释几个世纪以来解放了摧残思想的原则，并在你的精神中建立一个不可动摇的堡垒，我邀请你做出承诺。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频道，以免错过这段路程的下一步，并评论“我选择智慧”来确认你对即将开始的转变的承诺。你是否对世界、对他人的态度、对生活坚持投向你道路的挫折感到持续的沮丧？这种无力感源于一个根本的困惑，无法区分什么是你可控的，什么是不可控的。想象一个圆圈，在它内部是你的选择、你的观点、你的判断、你的反应，这是你的领域，你无可置疑的王国。在这个圆圈之外，是他人的行为、天气、过去、未来、全球经济，甚至是他人的健康。试图控制这个圆圈之外的事物，就像试图用张开的手握住水，一种耗尽精力和徒劳的努力，只会产生痛苦和幻灭。10多个注意的智慧从这里开始，从无情地诚实的认识到将你的力量与控制的幻觉分开的无形界限。思考一下最近给你带来压力的一个情况，是交通堵塞吗？某人对你的看法吗？报纸上的一条屁消息吗？这些事情都没有直接在你控制之下，在你控制之下的是你的反应，是你选择屈服于愤怒、担忧，还是保持镇定。通过内化这个原则，你将精力从失败的战斗中转移，
并将其印向它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培养你自己的心智和品格，提升你的美德，并以不可动摇的平静应对生活的挑战。这不是邀请被动，而是邀请静痛。它不意味着你应该对世界的问题漠不关心，而是应该用更有效的策略来处理它们。没有控制的行动是浪费，专注于可控的行动是力量。当你真正接受你无法控制许多情况的结果，但可以控制你对他们的反应时，一种深刻的平静就会到来。这就是真正的自由，不成为环境的努力，而是成为你内心风景的建筑师，不受好运和厄运之风的影响，专注于真正重要且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改变和影响。你的思绪是否分裂，徘徊在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焦虑之间，错过了当下的丰富和真实？现代性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推动我们，使我们与唯一真正存在的时间断开连结。当下，我们不断地计划下一步，回应统治、消费信息，而没有时间消化它们。这种注意力分散是痛苦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它阻止我们充分体验生活，从每个时刻学习，并清晰地回应我们面前的挑战，而不是被思想和担忧的漩涡所拖拽。斯多葛主义者在现代科学出现数千年前就已经理解了正念的力量。它不是一种深奥的技术，而是一种日常的时间，即活在当下，不加评判的观察，专注于手头的任务。当你完全专注于你的呼吸，你浇在地上的感觉，你自己的声音时，你就会平息内心的喧嚣。这是美的行动的基础，因为正是在当下做出选择，锻炼美的塑造品格。正是在当前时刻，你才有能力选择你的反应，而不是冲动的反应被让你偏持原则的情绪所控制。联系正念是一种自律和自我认知的行为，它意味着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品尝你的饭菜，真正倾听别人说话，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项任务中，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平凡。它意味着认识到生活发生在当下，幸福不是一个未来要达到的目的地，而是在每个瞬间都要做出的选择。通过培养这种存在感，你培养出一种精神清晰度，使你能够区分本质和琐碎，明智地应对逆境，并找到一种深刻的平静感，即使在外部混乱中，也能以更新的目标和意图过好每一个时刻。你是否感到被一种对更多的用物质境的追求所驱动，总是感到不足，总是对你所拥有的不满意？消费社会教导我们欲望、贪婪，相信幸福在于积累物质、地位或外部经验。但斯多葛主义者警告我们，这些误解之欲望的虚幻和危险性质。渴望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事物是伪错着铺路。渴望物质作为幸福的最终来源，是在沙子上建造你的房子，容易受到任何不幸浪潮的冲击，因为这些物品是短暂的，随时可能失去。欲望的记录是你的渴望与真正属于你的现实保持一致的艺术。它不提倡压制所有欲望，而是重新教育他们，渴望美德，渴望智慧，渴望正确行动的能力。这些是唯一完全在你掌控之下的事情，也是唯一能提供持久满足的事情。艾比克泰德，一位成为最伟大的斯多葛主义大师的努力，教导说，自由在于渴望发生的事情，接受生命的流动而没有抵抗。这并非顺从，而是获得内心平静的策略。认识到现实往往与我们的计划不同，而注定在于接受现实。要实践这种记录，请开始质疑你的欲望，它们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它们让你更强大、更优美的，还是更依赖于外部事物？开始练习感恩你已经拥有的东西，认识到你生命中的富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小。斯多葛主义的财富不是以你拥有多少来衡量，而是以你需要多少才能快乐来衡量。通过摆脱无法控制的欲望的保证，你体验到一种轻松和住境，这是对更多食物的用武之境的追求永远无法提供给你的，从而满足于当下和已经获得的东西。你是否拖延、犹豫
活在决定面前感到麻痹，而生命却从指缝中流走，很容易陷入不行动的陷阱，等待完美的时刻或理想的动机。但士多格主义者提醒我们，哲学不仅仅是理论，更是实践。正是世界上的美的行动定义了我们的品格，塑造了我们的现实。仅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还不够，还需要去做，需要勇气去行动。尤其当道路不确定或任务艰巨时，因为真正的改变只发生在你行动时。当你与世界互动时，行动的记录要求你坚守你的价值观，即使世界试图让你偏迟。它意味着在每一次互动中，每一个决定中，无论多么微小，都要以公正、勇气、智慧和价值来行动。思考你有一个目标，与其专注于最终结果，不如专注于每天将你带到哪里的行动。将目标分解成小步骤，并承诺迈出第一步，然后是下一步，以此类推。这就是士多格进步的精髓。通过深思熟虑并与你最高原则保持一致的行动，持续改进。不要等待灵感，通过行动创造它。面对你的恐惧，迈出第一步。记住，失败不是成功的对立面，而是学习的基本部分。每一个错误都是改进你的方法，增强你的人性的机会。通过拥抱行动的纪律，你成为自己生活中的积极推动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你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和勇敢的行动，一点一滴地建立你的美德，将自己塑造成自己命运的建筑师，一个有目的的生活，并坚定地塑造自己道路的人。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那是因为士多格主义的火焰已经在你心中点燃。你已经理解了什么是可控和不可控之间的关键区别，活在当下的重要性，掌握你欲望的艺术，以及带着美的行动的迫切需要。但真正的转变，那种在你存在的每一个纤维中回响的转变，需要的不仅仅是倾听，它需要沉浸、持续的时间，以及对这些支柱中的每一个的深入。我有一个快速的消息，一个特别的邀请，先给那些真正致力于将这种哲学提升到下一个层次的人。在我们的频道，我们创建了一个独家播放列表，精心策划，深入探讨了我们今天设计的每一个概念，以及许多其他概念。这是你成为真正的士多格主义大师的下一步，包含实际练习、日常生活事例和深入的见解，将巩固你的理解，并将你的知识转化为实践智慧，将其实为你自我转型旅程的完整指南，为那些寻求士多格主义所承诺的不可动摇的途径和内在力量的人提供一条清晰的道路，一个深入学习为达到是交易的机会。这个播放列表不是为好奇者准备的，而是为那些投入的人准备的。如果你认真地想建立一个有目标、有韧性、有和平的生活，我邀请你去探索它。这是你获得智慧宝藏的 VIP 通道，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你生活、反应和在任何情况下蓬勃发展的方式。在我们的描述和屏幕上出现的卡片中找到播放列表的连结。不要错过继续这段路程，并成为你注定要成为德士多个主义者的机会。你是否害怕生命的无常，失去不可避免的终结？现代性试图用永恒青春和不可战胜的幻想欺骗我们，使我们偏吃一个基本真理：生命是有限的，所有美好的事物中有一天会消失。这种对死亡的否定，这种对失去现实的逃避，会产生深刻的焦虑，并阻止我们充分活出被赋予的时间。士多格主义者一起巫师的智慧，邀请我们拥抱有限性，将死亡的意识不作为绝望的理由，而是作为生命的催化剂。记住呢，将死去；记住呢，将死去。这不是一个阴暗的短语，而是一个行动的邀请。通过每天思考自己的必死性，你被驱使着更有目的的生活，珍惜每一个时刻，更容易原谅，更强烈的去爱。对生命短暂的意识将我们从琐碎的担忧中解放出来，迫使我们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物。它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份礼物，
每一次呼吸都是一个按照我们最高价值观生活的机会。这种视角反而会释放恐惧，因为当我们接受中介时，当下变得无限更有价值和意义。与此相关的是爱你的命运的概念。爱你的命运，这不是被动顺从，而是对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好是批，作为你生命低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彻底接受。想象一下，宇宙是一个完美的工匠，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挫折，每一个喜悦，都是它在你存在中编织的一根线。爱你的命运就是热爱这些线中的每一根，理解即使你静也是成长的机会，是你人性增强的机会，是你美的展现的机会。通过爱你的命运，你不只是接受，你更是怀着感激拥抱每一次经历，将曾经是痛苦的源泉转化为你进化的燃料，并转化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品格的构建，真正自由。你是否在寻求一个美好生活的清晰定义，一个在现代世界价值观混乱中引导你的方向？我们常常被引导相信幸福存在于外部成就、短暂的快乐或他人的认可中，但这些知识影子是专瞬即逝的满足来源，一旦消散便留下空虚。斯多葛主义者向我们指出一个更深刻、更持久的真理：美好的生活是与美的和谐相处的生活，而美的是幸福和目的的唯一真实且不可动摇的来源。对于斯多葛主义者来说，4个基本美的是：智慧，辨别善恶和无关紧要的能力；勇气，在恐惧和逆境面前采取正确行动的力量；正义，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类；以及价值，自我控制，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这些美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你可以每天发展和提高的时间技能。它们是你内心的指南针，是你驾驭生活复杂性并做出选择，以引导你走向充实而有意义的存在的不变之南。有的地生活不意味着完美，而是寻求在每一次行动中追求卓越。这意味着即使在无人间都市也要正直行事，即使困难也要说出真相，并以尊严和人性坚持面对挑战。通过培养这些美德，你建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品格，一个任何外部环境都无法动摇的内在堡垒。对于斯多葛主义者来说，幸福不是一个需要追求的目标，而是有目的和优美的生活自然产生的副产品。这是一种深刻的感觉，基于正确的事物保持一致，按照你的理性本性生活，并为更大的利益做出贡献，留下力量和正直的遗产，无论发生什么。你是否在面对生活的挫折时感到脆弱？当时请没有按计划进行时，会去赋予沮丧和绝望。生活是一副有高潮和低谷组成的挂毯，在逆境中不被击垮的能力是真正力量的标志。我们中的许多人在面对失去、失败或是往事，允许这些经历定义我们、麻痹我们，并剥夺我们前进的能力。但斯多葛主义者不会在风暴面前屈服，他会成为风暴本身，利用风的力量来推动他的船。斯多葛主义的人性不是关于压抑痛苦或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它是关于人世逆境的现实，并接受它作为成长的机会，而不是抵抗它。当痛苦出现时，斯多葛主义者会审视它：这在我的控制之下吗？我能从中学习到什么吗？我如何利用这种经历来增强我的品格？这就是将逆境转化为机会的时间。每一个障碍都成为你美德的练习，你智慧的考验，你勇气的训练场。想想马可·奥勒留这位哲学家皇帝，他面临瘟疫、战争和背叛，但他仍然找到时间写下了他的《沉思录》，一本在混乱中寻求途径的指南。他之所以成为斯多葛主义者，并非因为逆境，而是因为逆境。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联系超然、耐心和理性的邀请。通过采纳这种视角，你不仅能在挑战中生存下来，还能通过它们蓬勃发展。你变得不可动摇，不是因为生活变得容易，而是因为你面对生活的能力变得无限，构建了一个连最大的磨难都无法摧毁的内在堡垒。从每一次经历中变得更强大、更明智、
更平静。你听过这些原则，感受到了哲学的吸引力，但你是否想知道如何将这一切转化为你生活中切实可行的现实？斯多葛主义不是一套静功沉思的思想，而是一种需要不断实践的生活方式。它是一条道路，而不是目的地。真正的精通并非源于突然的启示，而是源于每天对自我分析、自律，以及在日常生活的每个时刻有意识地应用原则的承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微小的选择和反应中，斯多葛主义者的塑造，以对恶意的预谋开始你的一天。在日常混乱冲击你之前，想想可能遇到的挑战：交通堵塞、意想不到的批评、一项艰巨的任务。通过预见这些时间，你可以在精神上为他们做好准备，最大限度地减少冲击，并允许更平静和理性的回应。在白天，联系斯多葛主义的反思，对每一个时间问自己：这在我控制之下吗？我对此的美的反应是什么？我是否按照我的原则行事？这种持续的自我分析，是你为生活止战进行的训练，是地狱冲动的盾牌。在一天结束时，花时间进行每日回顾。塞内卡建议回顾你的行动，你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你可以在哪里表现得更优美的？你的错误是什么？你从中学到了什么？这种真诚的自我评估不带有破坏性的自我批评，对于持续成长至关重要。记住，斯多葛主义是一段进步的旅程，而不是完美的旅程。每一次时间，每一次反思，每一个小小的有意识的选择，都让你更接近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明智、更平静的自己。不要等到危机才成为斯多葛主义者，在每一个时刻都成为斯多葛主义者。危机将只会成为你一不可动摇的人性闪耀的有一个机会。你已经穿越了帷幕，解释了千年智慧的秘密。现在你意识到，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控制世界，而在于掌控自己。你学会了区分什么是你理所能记的，什么不是，充分活在当下，让你的欲望与理性保持一致，并带着目的和美的行动。把你带到这里的痛苦和困惑不会气急般的消失，但你面对他们的能力，将它们转化为成长机会的能力，确实已被锻造和加强。你不再是人有环境摆布的普通人，你正在成为斯多葛主义者，你自己的和平与人性的不可动摇的建筑师。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有意识的呼吸，这不是你路程的重点，而是一个以更高目的生活的光荣开端。斯多葛主义的种子已播撒在你的心中，现在轮到你用日常时间持续反思和美的行动来滋养它。请记着，哲学不仅仅是线下式的爱好，而是一种渗透你生命各个方面的生活方式。它是你地狱混乱的盔甲，是你身处黑暗中的灯塔，是你身陷风暴中的锚。真正的精通不在于永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站起来，变得更强大、更明智、更平静。无论生活试图给你多少打击，现在，为了印证你对新身份的公开承诺，为了向世界宣告你正在内心建立的堡垒，我邀请你进行最后一次力量行动。请点赞此视频，让更多人找到这条道路。订阅频道并激活铃铛，以便与我们一起继续你的转型之路，接受新的见解和实践来引导你。最后，在评论中声明：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这是你的力量宣言，你接受你内心存在的人性。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视频的结尾，也请评论我看到了结尾，以表明你对自我发展的坚定承诺，并成为我们不断壮大的斯多葛主义者社区的意愿。将此信息分享给你知道也需要唤醒他们内心斯多葛主义者的人。